iPhone 14的工程图终于流出来了那我们也差不多将近2个月没有整理一下 iPhone 14的消息，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工程图啊，还有对比我们先前有所谓的爆料这些消息有什么差距或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把它整个整理起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到目前为止 iPhone 14所有消息的总整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这个以往工程图流出的时间大致上都是在这个3、4月的时间啦。那再慢慢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手机壳厂商可能会拿这个工程图拿来做开模啊，做这些模具啊、机壳什么的。那在下一步，我们就会看到可能一些模型机的流出啦。那我们以过去2年的这些惯例看起来，或是过去很多年，差不多这个时间流出来的这些工程图啊，还有对比这些模具，跟后来实际推出来的手机，其实它们差距都不大。那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外形上面，就是像他们所呈现的这个样子。那另外呢，当然内部的这些硬体啊、相机啊、什么规格等等，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3D 图看出来，可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上面去分析出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规格啊，可能相机啊、充电孔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部分。那关于这个 iPhone 每年这个消息流出来，到这个工程图啊，到这些3D 图出来的时候，一般果粉可能都会经历一些心情的转折啦。就我们可能期待可能变成4个相机啊，那现在工程图还是只有3个相机。那当然我们也会慢慢可能说服自己啊，去说苹果这样做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像是以前的双镜头嘛，其他厂商都先有双镜头，然后苹果还是单镜头，那我们可能就会说服自己说苹果他们一颗镜头的表现就很好，不用双镜头。那其实当年苹果的相机表现也真的算是业界里面最好的，所以或许有点道理。可是苹果后来还是有推出双镜头嘛。那再来呢，像是高萤幕占比这个地方那苹果也是算比较晚推出了。那当年就有人讲说，就是上下要有黑边才是 iPhone 啊，对不对？还有这样，你上下有黑边，在手持要使用的时候，手掌不会去压到，不会去误触什么等等，这样的设计是比较好。可是苹果后来还是推出 iPhone 10嘛，拉高它萤幕占比。那再来就是刘海的地方啦，那很多人就说刘海这个才是苹果的辨识度比较高啊，才可以知道你使用的是 iPhone。那现在 iPhone 14目前工程图流出来也看到它的刘海也终于要移除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去接受它啦。那讲好听一点呢，就是苹果有自己的步调，他们永远就是在走自己的路那实际上也真的是苹果以他们需要的产量 ，iPhone 的产量非常非常大。那当然，很多的新的科技、新的组件要用在 iPhone 上面，苹果产量的要求就是比较高，那相对来讲就是有它的困难度。可是我们也必须老实说有些东西感觉起来好像已经存在很久了，那这个产能也应该是足够苹果使用，可是苹果可能就还在慢慢走他们的脚步。OK， 那我们现在看这次的工程图，那我们现在看看它的底部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失望的地方。那我们先前所期待像是会换成 USB Type-C 的接孔，那从这个工程图我们看底部我们就看它这个充电孔的宽度啊，跟它的厚度看起来应该还是维持 Lightning 的接口。那当然了，我们先打预防针，这一些都是现在目前为止的工程图，实际上怎么样，到后来开始量产啊，会有更接近的时间，我们会再持续追踪跟大家报道。那至于充电功率的部分，其实倒也不用因为说感觉它好像还是 Lightning 充电功率就会有影响。那其实 Lightning 还是可以支援到比较高的充电功率啦。那以现在 iPhone 13 Pro Max 来讲，它最高可以支援到27瓦嘛。那但也因为它机身尺寸啊，它电池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它也变成 iPhone 13系列唯一一个支援到27瓦的这个手机那可是这次在14系列上面，我们期待会有一支中阶入门版的14 Max， 所以它的尺寸也会跟 Pro Max 一样大。那这种时候可能在14系列里面就有2支可以支援到快充的功率。那所以呢，苹果现在所贩卖的18瓦跟20瓦快充头就不能发挥到它最快的充电功率啊。那以苹果目前官方有在卖的这个30瓦的充电头来讲呢，要价1490元台币。所以以我自己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使用副厂的。OK， 好，那我们就先来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有好的赞助商，我们才能持续产出好的影片。那今天的赞助商呢，就是 Whisper 自选家所代理的 Arki。那这次自选家呢会提供一个快充头给观众抽奖。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抽中这个快充头的话，就要看完这段影片。那关于 Arki 氮化镓的快充头呢，其实我先前有一个影片介绍他们全系列的产品。那他们现在又推出了一颗体积非常非常小的30瓦快充头，那可以完全支援 iPhone 所有尺寸的快充功率。那如果你要来充 Samsung Galaxy 的旗舰系列啊，像是25瓦的超快速充电，它也是可以支援。那甚至你要来充 iPad 全系列啊，或是 MacBook Air， 它也是完全足够。
够的。那这一颗 Arki 的 Minima 30瓦，它的价格呢只要原厂的将近1/3，590元台币。那它体积呢也是比原厂不管是18瓦、20瓦甚至30瓦都还要小了非常多。那它支援 PD 快充协定，还有 PPS 快充协议，在高效率的充电下还能降低装置的发热程度。那在我先前充电的教学影片，我有提到过嘛？如果在热能可以控制好的情况下，它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面维持更高的充电功率。那同时间呢，它也能保护电池的健康度。那这颗 Arki 和它其他的系列一样，在插脚的地方也可以折叠。所以你要丢在包包内，就不用怕这个插脚被压坏，或者可能会去刺破你的包包，或者刮伤其他的物品。那如果你们是有多个装置想要同时充电的，也可以考虑我们先前介绍过的像是双孔啊，或是4孔的系列。那双孔最高可以支援到65瓦，那你可以选择2个 Type C 的啊，或是1个 Type C 1个 Type A 的充电头。那另外呢，在4孔的 Omnia Mix 4最高可以支援到100瓦的充电。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拿来充现在最大台的 MacBook Pro 16寸的，它也一样可以支援。那如果你用下方原厂的购买链接呢，你就可以得到24个月的原厂保固。那如果有需求的人可以再去看看咯。那如果想要抽中这一颗 Arki Minima 30瓦充电头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说你想要用这一颗充电头来充什么装置，那我们就会在下面挑出一个幸运观众，你就可以得到这颗 Arki 的快充头咯。好了，在我们注意到这个工程图上面相机的地方，那我们先从侧面来看。那侧面的部分，你看它相机凸起的地方，跟我们先前所期待的这个切屏啊、先行机身的这个设计就不太一样。那其实当初有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就有提出来说，如果真的要切起机身的话，那势必有一些东西上面需要做妥协。你是要用加厚机身的方式呢，还是要把相机的品质向下降？那如果以加厚机身来讲，不太可能嘛。以现在这个设计语言切直角的这个设计呢，如果你在加厚机身，它手感上一定会变得更不好。那以现在来讲，我觉得现在这个厚度就已经算是紧绷了，我不太认为苹果可以去加厚它的厚度。那以相机本身来讲呢，你要怎么在我们每一代都期待它相机要有进步的情况下，然后又缩减它的体积？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是有困难的。那我们先来讲，可能长焦镜头部分，可能还有办法解决嘛？你用那种折射式的镜头，可能有办法让它体积缩得薄一点。但是主镜头的部分呢，我们都期待说，它的光圈在加大、感光元件加大、画素在增大的情况下，那这种时候你要怎么让它体积还要再更小？所以呢，我觉得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宁可选择更好的画质，而不是更小的相机模组。那我相信苹果也会做一样的选择。那还有这次在 iPhone 14上面的相机模组，应该还是会维持2颗镜头的设计因为如果 Pro 系列都还是3颗的话，14就不太可能也升级到3颗。那先前的13系列，他们沿用了12 Pro Max 系列的主镜头跟它超广角镜头，可是同时呢，也承袭它的这个不能竞拍的缺点。那当初这个也是我比较有意见的一个地方啦。如果你承袭到前一代一个不能竞拍的方式，我觉得竞拍是很多人都需要的一种拍摄模式，不管是扫描证件或什么等等。那如果你在前一代就知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沿袭下来的话，这点我就不太能接受。所以希望这次在14上面，他们可以一次去改进这个问题。就算你是要使用13 Pro Max 的相机模组，它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让一样的问题再传承下来。那在我们看到正面的地方，就是这次我觉得很多人最期待最大的更新可以看到它的刘海不见了，它还是有2个打孔在上面，一个小孔就是给前置镜头，那另外一个药丸型的孔就是给它的 Face ID 模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说，很多人会说，你既然要移除刘海，为什么打孔还要在上面呢？那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我们先讲相机的地方，以现在呢各家厂商要解决前面打孔或是前面什么模组刘海的问题，他们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把相机隐藏在荧幕下面，然后用画素去盖掉它的这种方式。可是就算以现在最好的 Android 上面几种看得到，它在前置镜头的成像跟表现都有一定的牺牲。那这点我个人觉得并不太值得，为了隐藏掉这一个小孔去牺牲掉这一点。那我相信苹果也不太可能说给了一个前置镜头，然后画质不怎么样，然后比前代还要差，然后就为了去隐藏掉这个孔。那在 Face ID 的地方，那 Face ID 如果要用那种隐藏画素的方式去隐藏起来的话，我就觉得一定对它的安全性还有准确性会有点影响。因为 Face ID 还是很依赖要扫描你的脸建构这个 3D。那不止在扫描的时候要建构，它在解锁的时候也是要在短时间内快速扫描你整个脸，然后去判断跟演算。那这种情况用那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对它的安全性还有准确度都一定会有影响。那可能有人会问说，那用指纹解锁就好呢？那其实现在 iOS 15.4 推出来，他们现在有 Face ID 2.0嘛？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们用 iPhone 12跟13系列现在更新到
iOS 15.4的这个系统之后呢，它就可以让你在戴着口罩的时候进行解锁。那这个并不只是手机一开始的解锁，那包含 Apple Pay 还有任何 App 里面金融性的 App， 你任何需要 Face ID 认证的部分，它都可以让你直接戴着口罩去解锁，而且它的准确度跟安全性也还是非常高。那现在有这个 Face ID 2.0 的情况下，指纹解锁到底有没有它的必要性呢？以我现在使用这段时间下来，我真的觉得我不会怀念指纹解锁。那当然啦，如果说两个都存在的选择是一个可能让大家偏好哪一个就可以选哪一个。可是我觉得，如果在现在苹果还是要维持 Face ID 的模组啊，然后用开孔的情况下，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必要他们会再增加一个指纹解锁的模组在下面，不管是成本啊，或者说必要性来讲，我都觉得苹果可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那既然苹果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就代表 Face ID 的模组它的安全性跟准确度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用打孔的方式是一个最安全保留 Face ID 的方式。那同时要移除刘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大致上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了。那据说这次只有在14 Pro 跟 Pro Max 系列会有这种打孔方式的萤幕在上面，那14跟14 Max 还是保留先前的刘海。那这点我就觉得还可以啦，因为可能很多买 iPhone 的人本身对刘海就不是那么在意嘛。那如果真的在意的人，可能就会去选择 Pro 跟 Pro Max 的机种。但是我现在就要想说，以后我 YouTube 影片比例要怎么调整，因为同时会有刘海的机种，还有打孔的机种。那我是应该做满这个萤幕呢，还是做到只有刘海的地方？这我要再来想想。好，那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图片上看不到后，那就是在它的机身材质的地方，这也是去年就有消息传出来，就是据说在它机身边框的地方，他们会改使用钛合金的这个材质。那这个就是苹果现在目前有在尝试的一个方式，是不是最后会这样？因为已经传了1年多了嘛，那我们也不太确定会不会在这一代就出来。那为什么要使用钛合金呢？那如果在一样的体积下面，钛合金对比不锈钢，它的重量就会稍微轻了一点嘛。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想说钛合金它是一个比较硬的金属，那会不会他们可以在减少一点它的体积还有它的金属量的情况下，达到一样的坚固程度？那这种时候再去相比先前使用的不锈钢，或许它的重量就能整体减轻不少。但是这个重量减轻会不会直接反映在我们整体所拿到的机身身上呢？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如果说他们在边框的重量可以减轻的话，他们会不会想在其他地方把它补回来？像是可能电池续航力的点啊，那很多人说使用5G 它非常耗电，那因为现在机身稍微减轻，他们可以在电池的容量稍微加大一点去增进它的续航力。那或者是在相机模组，他们放入更好的相机模组，重量可能也会增加的情况下，那这种时候就用机身减轻的重量去弥补。所以苹果到底会走哪个方向，我们也还不太确定，是很单纯的让整体的机身重量降低呢，还是为了放入更好的续航力、更好相机模组而去在其他地方做修剪？那这个我们就来看看苹果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吧。那有个人而言，我觉得现在 iPhone 的重量是有点重了，我使用的是 Pro Max 的机种，那重到让我觉得有点想向下使用 Pro 的机种，可是我又很喜欢它的续航力。那我想听看你们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使用 iPhone 的重量，你们可以接受吗？那特别是用 Pro 跟 Pro Max 机种的人，你们觉得这个重量怎么样？有没有可能觉得说，重一点质感感觉比较好，他们就是为了买这个质感？那另外呢，还有其他问题，你们对现在 iPhone 14整体的消息传到现在，那第一，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不会有 USB Type-C， 你们有什么想法？那第二点就是像现在整个系列拆成只有2个尺寸嘛，14、14 Max、14 Pro、14 Pro Max 这种情况下，那他们可能在相机啊、萤幕啊、刘海啊，那可能甚至在里面处理器的地方都把它做更大的区隔。那这种时候你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下面留言啊，一起讨论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那甚至你们有什么知道可能其他的消息我没有讲到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咯。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